女高中生不仅遭遇了强奸，而且还被割断了手指，但是医生却没在她体内找到男人的 DNA， 而是发现她竟是被顿悟爆菊了。现场留有2组鞋印，说明凶手是2个人，但是并没有拿走女孩的钱和信用卡，只是拿走了手机，证明凶手只是想让她痛苦而已。这时马奇也在现场找到了一个奇怪的证件，竟是卫生署的工作证。然而问题是卫生署不可能雇佣未成年人，显然这个证件是假的。马奇接着指出背面有签发检察员的编号，很明显这件事与他有关。随后警察就找到了那个检察员，却没想到他正在车里脱女孩的衣服。见到这一幕后，火爆的莱恩警官立马急眼了，不顾同事的劝告就飞快冲了过去，粗暴地将检察员给拽了出来。泰勒急忙上前劝解，这才解救了检察员。原来他刚才是在修理女孩胸前的针孔记录仪，他正在调查向未成年人出售烟草的违规商店，而这个女孩就是他钓鱼的鱼饵。当然为了让他们有责任心，所以都给办理了假证件。随后泰勒拿出了受害人杰西的证件，检察员一眼就认出了他。在了解到杰西被袭击后，他想到了一个可能，也许是被杰西钓鱼的烟草商店做的。随后就播放了一段视频，有一个难搞的店主在得知被钓鱼后，曾想为难杰西，幸亏检察员及时出现才救了他。而这个店主今年已经违规3次了，营业执照也被暂停了6个月，所以说他极有可能是凶手。店主也承认了对杰西的憎恨，但却否认伤害过他。莱恩当然不相信店主的话，就想逼着他认罪。好在泰勒还算冷静，想起了凶手留下的鞋印，于是就将店主带到了现场比对。不成想技术科早就做出了鞋印模型，而且推测出一个凶手体重216斤，另一个是272斤，明显是2个胖子，而看店主的样子肯定不是他了。就在这时，法医那边也传来了消息，在受害者的衣服上竟发现了凶手的血迹，并且显示对方是个正处于青春期的女孩。We're looking for a 240-pound girl. 确实如此，这还真是令人意想不到，就连队长都感到诧异，什么样的孩子竟会如此变态？好在这时杰西已经苏醒了过来，俩人当即对他进行了询问，但杰西也没看见凶手的面容，不清楚是谁做的。可当泰勒问到你的手机哪里去了时，杰西竟突然激动了起来，大喊着让警察滚出去。警方不由得疑心大起，此时他们还没意识到真相可不是那么简单的。虽然从杰西嘴里并没有得到有用的信息，但此时马奇拿到了他在学校的活动时间表。杰西经常参加表演、音乐会、辩论社，而泰勒则敏锐地察觉到了问题就出在音乐会上。随后根据这个猜测，泰勒俩人来到了学校的乐团，而恰巧这时马奇也查到杰西在被袭击后，他的手机竟拨打过一个电话，很可能是打给凶手的，这可是个关键线索。在来到学生们面前后，泰勒当场拨打了那个号码，果然一个胖同学接了起来，显然他肯定是脱不了干系了。然而就在警察要逮捕他时，妹妹突然站了起来，莱恩正好看到了他脸上的伤，俩人恰好全都符合嫌疑犯的特征，然后就全部被带走了。接着警察来到了他们家里展开了搜查，可是母亲平时工作到很晚才回家，根本不知道案发时2兄妹是否在家。不过好在大儿子鲁迪一直在家，他正是弟弟妹妹放学就回家了。这时泰勒突然好奇他为什么一身是伤， Fell down some stairs. Hurt my leg. 殊不知鲁迪说了谎，而整个事件其实是由他而起。哪知还没等泰勒继续询问，技术科那边突然有了新发现，他们找到了一根棒球棒纪念品，确定这就是凶器。在紫光灯的照射下，上面布满了血液和皮肤碎片。He used this to beat her unconscious. And then used it to sodomize her. 事实基本就是这样了。但当球棒被带到妹妹面前后，律师却不让他开口说话，即使现场的鞋印也与他的一模一样，律师仍是狡辩并不能说明妹妹带杰西去哪。于是泰勒决定反其道为之，不再问他对杰西做了什么，而是询问杰西对你做过什么。这么一问，妹妹果然开口了，她声称大哥在公园椅子上休息时，莫名被杰西带人殴打了一通，然后抢走了他的棒球帽。二弟也证实大哥就是被杰西打了，还害得他丢了工作。至于为什么要切掉杰西的手指，是因为大哥有严重的糖尿病，因为受伤不得不截掉3根手指。我想让他也遭受同样的罪。 Why'd you sexually assault her? She called my sister a pig. She said pigs shouldn't be allowed to breed. 原来这些都是杰西自找的，可是杰西对此却全盘否认，既不承认自己戴过棒球帽，也不承认认识3兄妹，并可怜兮兮哭诉自己才是受害者。然而就在警方想继续询问时，他的律师突然来了，以没有证据为由强行将杰西带走了。哪知检察官也是同样态度，既然没有证据，就只能先起诉2兄妹了。而鲁迪作为成年人，当时并没有报案，警方也没办法，这个案子只能到此为止了。可就在莱恩准备提交结案报告时，队长突然接到了局长的电话，他急忙打开了电视，原来黑人议员正在街头替鲁迪喊冤。迫于民众压力，警局只好把这个案子交给了队长。这下不用着急结案了。随后泰勒俩人来到了鲁迪家里，鲁迪也说出了受伤的经过。2个坏蛋不仅对他拳打脚踢，还骂他是胖垃圾。但遗憾的是他当时抱着头，并没有看清凶手的样子。
不过却听到其中一人让另一个拍了张照片，然后就抢了他的帽子走了。然而案发公园并没有摄像头，时间过去了这么久也没啥痕迹了，唯一有用的证据就是那张照片了，所以这也是弟弟妹妹抢走杰西手机的原因。可是图图却突然泼了冷水，他刚问过两兄妹了，手机里并没有鲁迪的照片。不过好在马奇查了杰西的通话记录，发现他在殴打鲁迪前后打了很多电话，最多的是2个号码，一个是这个男孩的，另一个则是一个网站的。大家立马察觉到这个网站有问题，于是赶紧来到网络犯罪科找本森帮忙，而后发现这个网站竟是用来泄愤的。当点开胖子的标题后，里面全是辱骂胖子的语言，而后鲁迪被打的照片也显示了出来，凶手正是那个男孩，也就是杰西的同学。这下警方可有了证据，当即来到学校将男孩和杰西逮捕。哪知这一幕全被同学拍了下来，谁也没料到这却成了男孩脱罪的关键。紧接着警方让鲁迪辨认了凶手，但鲁迪却认不出女孩了，只能认出男孩。可男孩很嚣张，坚决不承认。而这时他的律师也及时赶到，即使鲁迪已经指认了，但律师竟却拿出了反驳的证据，那就是刚才同学拍的视频已经上了新闻，所以可能是鲁迪先看了新闻后才来指认的。他其实不知道谁是凶手。 You have no proof Rudy saw it. You have no proof he didn't. 果然每一个律师都不是白给的，这个指认上的漏洞完全可以站得住脚。警方对此也是毫无办法，只能眼睁睁地看着律师将男孩带走。殊不知这是男孩犯的最大错误，因为此时鲁迪又返回来了，他想知道结果，警方无奈只能实话实说。谁知鲁迪听后转身就走，随后喊住了男孩，直接掏枪将他当场射杀了，完成了法律都做不到的事。虽然检察官很同情鲁迪，但根据法律也不得不起诉他谋杀罪。然而议员却要力保鲁迪，他认为鲁迪是肥胖症和糖尿病的受害者。 It's about what led up to a murder. Now, race, class, and geography guarantee that Rudy would become obese, would get diabetes. Obesity put Rudy on that park bench, made him the victim of a hate crime. 这才在愤怒下杀了人，理应被判轻罪。果然在法庭上，辩护律师详细询问了鲁迪的生活习惯。他的母亲每天必须拼命工作，导致没时间照顾他。于是鲁迪看着电视广告狂吃垃圾食品，最终导致了肥胖、糖尿病。这些都是由于社会不良引导造成的。而后他成了仇恨罪行的受害者。虽然最后杀了人，但是整个社会也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。然而检察官却质问鲁迪：“你在指认出凶手后才回家拿了枪，但当时你并不知道他会怎样，所以不管男孩有没有被释放，你都会开枪打他。这说明这一切都是鲁迪计划好的，并不是临时起意。”至此，鲁迪再也无法狡辩了。最终陪审团判定鲁迪谋杀罪成立，可此时鲁迪已因为双重打击并发了肾衰竭，定不定罪对他已不重要了。而警方也没停止对杰西的调查。终于皇天不负有心人，图图在学校的监控里找到了杰西戴棒球帽的录像，本森也追踪了杰西发在网上的帖子，竟发现了更有趣的东西。随后警方再次传讯了杰西，泰勒也不再废话，直接拿出了那张视频截图。杰西虽然心里发慌，但嘴上却谎称是捡到的。接着莱恩又问你是否讨厌我这样的胖子，杰西极其干脆地否认了。见他不见棺材不掉泪，泰勒又抛出了杀手锏，竟是一个胖女孩的照片，而里面的人正是1年前的杰西。原来杰西以前也是个胖子，曾遭到过许多嘲笑，为了减肥吃了很多苦，瘦下来后反而仇恨起了肥胖的人。最终杰西承认了是他和男孩先袭击了鲁迪，才酿成了今天的悲剧。可是，一切都已经太晚了，双方都受到了伤害，而且全都是永久性的。